我喜欢林宇6年，为了追到他，我将全部身家都奉献给他。她终于答应嫁给我，随嫁的还有她的男闺蜜，这个处处跟着林宇，处处跟我作对的男人。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高然，别以为你在公司有点股份就了不起，我们随时可以让你滚蛋。林宇的男闺蜜孙鹏将林宇护在身后，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我偏着头才能看清林宇的脸。”大学毕业2年，他已褪去大学时期的清秀淡雅，多了一份成熟之性。无论是学生时代的纯白连衣裙，还是如今精致干练的黑色职业装，在他身上都能散发与众不同的美，也因此深深吸引了我。我大病初愈，身体很虚弱，站立不稳，踉跄着坐在床沿上。我看见林宇怔了一下，想要上前，孙鹏却拦住他：“林宇，别被他蒙骗，不就生了场病吗？还不知道在那鬼混染上恶疾。”听着孙鹏的话，林宇微微抬起下巴，白了我一眼，侧身不再看我。这场景跟6年前如出一辙。我们是大学同学，那时的我家境优渥，无忧无虑。我的朋友圈都是些挥金如土的阔少、白富美，见惯了他们熙熙攘攘、无拘无束。林宇的出现如一道洁白月光照进我的心房。她穿着朴素的白色连衣裙，白皙消瘦的脸颊显得很文弱，让人瞬间有了保护欲。而她眼神中的流露着坚韧，又有拒人千里之外感。那一刻，我觉得身边所有的白富美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林宇。林宇的家境并不好，父母都是沉迷赌博不顾家的人。林宇走进大学的道路充满艰辛，我很同情他，所以我开始变着花样去取悦他。凡是我认为好的东西，总是第一时间想到他。那时候，大学校园空调还未普及，便携式风扇得到学生们的青睐。林宇便在篮球场摆起了货摊，看着烈日下林宇消瘦的身形在搬着沉重的货物，我心疼不已。老板，给我来100台风扇。低头理货的林宇惊恐地抬头看我，他的眼神中流露出难以琢磨的情绪。那时的我认为他是被我的行为所感动，我甚至幻想着林宇能开心地给我一个拥抱。我都想好了，帮他处理完这些货物，我就带他去吃海鲜大餐。你要这么多的风扇做什么？林宇问道。他想用这么多的风扇来感化你的心啊。风扇是你们约会的绊脚石，他要消灭绊脚石，消灭风扇。高然买了风扇，林宇就赚到钱了。有了钱，下次吃饭林宇就可以付账了。身边的同学们起哄着，林宇深吸一口气，脸上堆起阴云。我也觉得这些人越说越离谱，便呵斥他们都滚开，我批发不行啊，转手高价卖给你们这群王八羔子。本以为同学们会收敛，却没想他们越发情绪高涨，又喊道：“高价卖给我们！”然后拿钱泡林宇。林宇将我递到他手中的钱推回来，他身边的孙鹏却一把将钱夺过去，指着我骂道：“高然，了不起啊！别以为有2臭钱就能砸动林宇，拿着你的电扇滚吧！”说着，他拉着林宇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愣在原地，这算什么事？林宇回头看了我一眼，虽然闹得不怎么愉快，但从林宇的眼神中看得出，他还是对我心存感激的。年轻的我没有其他奢求，只求林宇那回眸一笑。我将电扇分给班里的同学，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里的小电扇被同学们戏称为高爱林牌，广告词是越吹越暖，感化众生。
我很享受这段被人凝视的感觉，可林宇却很长时间不理我。那段时间，我变着法子讨好林宇。他因为家境不好，除了学习，他几乎利用他所有的时间去打工赚钱，而我则一直跟随着他。虽然我的生活费足够养活他，但林宇性格要强，我担心伤及他的自尊，便想着点子将钱资助给他。他常在超市打工，而超市是我发小杨思文家的，我便将钱给了杨思文，增加在林宇的工资里，让他以为是自己劳动所得，做戏做全套。为了不让林宇怀疑，我连跟他一起打工的男闺蜜孙鹏也一起资助。那时候我爱他爱得着迷，对钱毫不在意，只为让林宇开心，完全不在意默默付出得不到任何回报。林宇不喜欢我那些朋友，我便刻意地疏远他们。我很享受与林宇的独处时光，可偏偏林宇走到哪都带着孙鹏。孙鹏与林宇从小一起长大，家境差不多，父母年轻时是街流子，结婚后也是个玩个的，没有家庭概念，所以孙鹏与林宇从小走得比较近，了解他们身世，我也能理解。可孙鹏这人说话比较欠抽，比如我喜欢吃海鲜，每次我都会买鲍鱼、海虾之类的，孙鹏便酸溜溜地说道：“有钱就是不一样啊，有炫耀的资本。林宇，你可别跟着某人吃刁了胃口，咱们穷人可比不上高少爷这种富二代。”每到这时候，林宇便气呼呼地将我递过去的饭菜推开。倒是孙鹏吃得津津有味，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跟别人说：“古有农奴斗地主，今有他孙鹏智取富二代。”富二代自然说的就是我。我那时心思都在林宇身上，对于孙鹏这种人，我没放眼里。孙鹏很爱占小便宜，比如我给林宇买的新手机、新电动车之后，手机与电动车总是出现在孙鹏那里。我偶尔对林宇发泄不满，孙鹏总是冲在前面保护着林宇，说我小气、斤斤计较，有几个臭钱就想完全限制林宇的自由。他们从小一起长大，而我却要让林宇与他绝交。他很会偷换概念，林宇每次都会站在孙鹏那一边，说完干涉他的朋友圈。从小孙鹏对他照顾不少，如果我看不起孙鹏，以后也不要找他，带着我的东西走开。每当这个时候，我也总是妥协，继续围在林宇身边。林宇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很优秀，我们学的是计算机。林宇在学校时便开发了一款游戏程序，可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你有能力就能出头的。大学毕业后，林宇找投资，四处碰壁，我动用所有关系为林宇拉来了赞助，我个人也注资了200多万。为了让林宇能大展拳脚，我甘居二线，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管理。我虽是股东，可在公司的权力比不上保安与保洁阿姨。林宇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微笑着，自以为深情地说：“为博红颜一笑，豪值千金又何妨？”林宇最终答应我的求婚，在亲人朋友的祝福下，林宇成为我的妻子，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孙鹏这些年一直围绕着林宇，他就如同悬在我与林宇中间的一根尖刺。阴魂不散的孙鹏让我与林宇的感情越来越冷淡。婚后，我依旧不参与公司的管理，但我的资源协调、资金支持从未间断，公司也蒸蒸日上。林宇为了感谢我，特意为我组织生日会，邀请公司员工参加，还买了辆价值20来万的车当礼物送我。我很感动，可我还没接过车钥匙，孙鹏便在一边酸道：“哎呀，恭喜高少爷啊，
不用参与公司管理，坐在家里就能收到大礼。可怜我们林总日夜操劳，出门谈生意还得打车，只是不知道高少爷这种富二代能不能看上这低档车。孙鹏的话让林宇脸色渐变，我也很惊讶。我一直没有参与公司管理，并不确定林宇是不是真的出门叫车，所以我试探地问林宇要不要先用车。林宇收回钥匙，愤愤地说道：也是，这种低廉的车你怎么能看得上？孙鹏继续拱火，当着公司的员工面说着林宇这一路创业的艰辛，还有他是如何支持见证林宇的成功。俨然他就是林宇这个女强人背后的男人，愣是将我的生日会变成了他孙鹏的个人秀，全程挽着林宇的胳膊给员工敬酒，乍一眼倒像是婚姻上夫妻答谢，而我这个正牌丈夫如同小丑一样缩在沙发的角落里，无人问津。第二天，我便看见孙鹏开着那辆原本要送给我的车。孙鹏挑衅地问道：高少爷，不好意思啊，这低档次你看不上。林宇便送给了我，我毕竟为公司出力，有辆车方便些，你又不用上班，公司的事你也不懂，我当然是不愿意将车送给他，我让他最好老老实实的将车还回来。可孙鹏却讥笑着对我晃了晃手腕上的表，又扯了扯身上的名牌西装，说道：还你，这表是林宇出国时给我带的，这西装是他上次去香港给我带的，怎么还你？你穿的了吗？不会他都没给你带吧？哎呦，那你怪可怜的，正牌丈夫。说着，他开着车子扬长而去。我愤怒之余，更多的是自嘲。我一个富家公子哥，生生地将自己活成了家庭主妇。为了林宇，我与好友断了联系，与同学没了来往，每天坐在家里研究着如何帮助林宇，有一点想法都毫不保留地告诉林宇，也不知道他是否采纳。我喜欢名表，这些年连名表的型号都不清楚了。喜欢摩托车，这些年连自行车都没骑了。我这2年如同落入了深渊，看着别人风生水起，将所有的身家给了林宇，可到了公司大门口，连保安都懒得跟我打招呼。我质问林宇为什么要将送给我的车送给孙鹏，为什么孙鹏这么大的人连衣服还要他买？作为我的妻子，为什么要跟别的男人这么亲密无间？林宇愕然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出鄙视，似是无比失望地说道：你在乎那辆车？对于你来，那种低档货能配得上你？孙鹏是我的工作搭档，他出门代表的是公司的形象，我给他买点像样的行头有什么问题？这一次我积攒的怒火再也无法按捺，我们大吵一架，直到最后还是林宇冷静下来，只不过他所说的话超乎想象的绝情。高然，你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孙鹏，我告诉你，孙鹏已不是以前的孙鹏，他作为首席设计总监，他的价值远远大于你。收起你的有色眼镜，好好的做你的富二代，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我并不在意。林宇说完便摔门而去，他的话如同钝刀在我的心头慢慢的切割，让我痛不欲生。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一口血从嘴里喷出来。我在医院醒来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是白色天花板，一时间我分不清我是生是死。这短短的恍惚间，我将我与林宇的过往好好的梳理一番。自始至终，我不过是单方面的付出，我不仅没有得到一丝回报，甚至连一句客气点的话语也没有。我就是个小丑，如果我死了，我希望来生再也不要遇见林宇与孙鹏这种人。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要拿回我所失去的一切。你醒了。
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清秀的女生，我看着有些眼熟，一时间又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她叫来医生，检查一番后，医生说我没事了，卧床休息就行，并且告诫那女生照顾好我的情绪。医生走后，那女孩将脸凑到我面前，鹅蛋脸，看着有点可爱，清澈的眼神滴溜溜的，看着十分可人。她冷不丁的一巴掌拍在我的大腿上，吓了我一激灵。也正是这一下，如同打通我的任督二脉，我瞬间想起了她，杨思文，我的发小。大学的时候，她喜欢穿着一身黑，化着烟熏妆，俨然就是个小太妹。她总喜欢跟着我身后转，但后来我喜欢林雨，而林雨也特别不喜欢杨思文这类女孩，我也就与杨思文越走越远了。她大二下半年出国留学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想不到杨思文的变化这么大，现在这淑女模样不比林雨逊色。杨思文说我昏迷了很久了，我爸妈刚好昨天因为一个要事去了香港，只能委托他来照顾我。他这刚回国就遇上我这种事，让他很唏嘘，我也感到十分丢人。虽然我很不想问林雨，可欲言又止的样子还是被杨思文看出来。他说我是被家里的保姆送进医院的，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好几次，我爸妈花了很大代价四处求医才算救活我。他小声告诉我，医生给我的诊断是心肾衰竭，但实际上我是中了慢性毒。警察已经立案调查，在真相查明之前还不能公开。我昏迷后几天，林雨来看过我，还请了好几个护工，最后全让我爸妈给轰走了。我爸妈也不允许林雨踏进病房一步。林雨已经很久没来看我了，不过这些都是托词而已。听说林雨已经搬出去与孙鹏同居了，我叹了口气。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因为这个消息直接从窗户跳下去，但现在我也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我昏迷期间一直在梦中度过，回想这些年与林雨的过往，全部都是我在付出，他对我根本没有一丝情感。上学时他没钱吃饭，我买好饭菜在他路过的地方等着他，祈求他收下，给他钱还得偷偷摸摸，不能让他知晓，只为让他收得心安理得。他创业，我以死相逼，让我爸掏出几百万投资他，到头来倒是孙鹏成了他的伙伴，二人亲密无间。就连嫁给我之后，心也一直在孙鹏那里。现在两人明目张胆地同居一起。以前父母朋友告诫，让我不要对林雨付出太多，可我根本听不进去。人叫人永远不会，事叫人一点就通。就比如我中慢性毒，这肯定是长期被人下毒造成的，谁的嫌疑最大？只能是林雨。真是个蛇蝎女人，竟然毒害我。也只有我死了，她与孙鹏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恋爱哪能将人迷惑成傻子？醒悟之后回头再看，简直羞得人无地自容。杨思文将削好的苹果递过来，我扭头那一瞬间，我的嘴唇碰到他的手背，杨思文瞬间脸色绯红，如少女般青涩。这些年改变了很多，可杨思文依旧保持着她的纯真，实在难能可贵。我觉得心跳也开始加速。坑爹的是，我还带着心电仪，心电图出卖了我。我俩在这尴尬与暧昧的氛围中，羞涩得无法言语。这时，一个身影进入病房，竟然是林雨。她依旧穿着干练的职业装，她的出现让我与杨思文原本暧昧的氛围立即转为尴尬。林雨走到我病床前，小声说道：“你醒了，医生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赶过来。你还好吗？”没等我回答，杨思文猛然起立，
站在他与我之间，说道：“需要高然对你感恩吗？林雨，你真是个黑心的白眼狼，还好意思来医院？”我拉住杨思文的手说道：“思文，你先出去一下，我跟林雨说几句话。”杨思文很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临走，将削好的苹果扔进垃圾桶。这丫头真是浪费，我又不是不吃。林雨在床沿边坐下，她默默拿起苹果削皮，之后递到我面前，给我吓了一跳。我们相识6年多，她这还是第一次给我削苹果。若是以前，我肯定受宠若惊，可现在我毫无波澜，更是食欲全无。我说不必客气，你自己吃吧。我的语气十分生硬，这让林雨很意外。苹果拿在手里，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又放回盘子里，还在生气。我没来看你，项目到了关键时刻，还有爸妈也不想看到我，所以我们离婚吧。我平静地说道。林雨愣在当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似乎看见他眼睛里渗出泪花。他也会哭，我印象中他从未流泪过。以前我还觉得他的生长环境培养了他的坚强不屈，后来我觉得他更像是铁石心肠。现在我成全他，跟他离婚，他竟然眼睛里渗出泪花，不会是因为喜极而泣吧？我冷笑，继续说：“我们离婚吧，我注入公司的股权，我们双方完成切割，余生互不相欠。我并不在意钱。”要回股份，只为宣示我高然自此结束舔狗生涯，正式找回自我。岂料我这话音刚落，林雨还未开口，孙鹏从外面冲进来，他将林雨拉到身后，指着我骂道：“高然，别以为你在公司有点股份就了不起，我们随时可以让你滚蛋。”我因为大病初愈，坐会床边，冷笑道：“孙鹏，你不过是林雨身边的软饭男而已，你没资格在我面前嚎叫。现在不是你们让我滚蛋，是我要收回我的资源与钱，你们滚一边去。我虽然不管理公司，但很多客户都是通过我父母的关系搞定。我也是计算机高材生，他们的软件我懂，没有好的合作平台，再好的方案也是废纸。”孙鹏被我怒对，下意识地对林雨说道：“林雨，你看他侮辱我，他算个什么东西？离婚就离婚，当初入股是你自愿的，想拿走钱没门。”我平静地看着他们。林雨走到我面前，冷冷地说道：“高然，你我都是成年人，我希望你不要这么小孩子气。公司现在正处在关键发展期，我与孙鹏忙得不可开交，你生病，你父母把气撒在我身上，我接受。老人不懂事，你也不懂吗？别动不动就离婚，你休息吧，我晚点来看你。”说完，他拉着孙鹏离开。我觉得我就是个笑话，我自己被他鄙视，连带着我父母都被他看不起。我父母一辈子受人尊敬，生意也是童叟无欺，到他口中成了不懂事的老人。杨思文回来，见我如霜打的茄子，得知林雨与孙鹏来了，他当即就要去揍林雨。小太妹的气质再一次暴露，我拉住他：“我的事我自己解决，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为我操心。”医生替我检查后说我的状态比预期的好。晚上我爸妈也给了打来电话，他们在香港参加老友的交流会。我很奇怪，他们一直不喜欢参加这种场合，而且还是在我重病期间。我妈无奈表示，这些年因为我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我林雨，丝毫不关心家里的生意发展。这些年咱们家的生意早已名存实亡了，为了能给我留口饭，他们不得不抛头露面，只希望能借助以前的人脉能改善生意现状。我听着爸妈的话，我羞愧难当，扑在床上懊恼哭泣，心中暗自发誓，绝对不能再像一条狗一样
跟着林宇，我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出院。林宇已经不在家里住了，他真的与孙鹏同居了。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我到公司找他，连保安都嘲笑我是个没有的人。老婆光明正大的跟人同居，而我还意思来公司。我径直去林宇的办公室，孙鹏正贴在他的身边，二人似是在讨论什么。见我进来，林宇很惊讶，孙鹏却更加贴近他。林宇将他推开，问我怎么来了，出院也不说一声，出了问题怎么办？他说话似乎是在关心，可语气是十分的冷漠。我现在也不在意他什么态度，我径直朝他走过去。孙鹏挡在他身前，我将孙鹏推开，他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竟然敢推开孙鹏，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我还是刚出院的人，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我将离婚协议放在林宇的面前，平静地说道：也许这些年我的付出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现在的你早已身价过亿，签字吧，我成全你们。林宇愣了半天后，略带怒意地说道：在医院，我只当你是病糊涂了，把协议书收起来，我当什么也没发生，原谅你。也许我以前被爱情迷了，心智分不清好歹，可现在的我已经醒悟，再看他说这样大言不惭的话，我是充满了鄙视。我说你们都公开同居了，你有什么资格原谅我？林宇听我的话，先是怒视我，而后又看向孙鹏。孙鹏一把抓起他的手，对我吼道：是又怎么样？我爱林宇，林宇也爱我，要不是你拿着几张臭钱逼着林宇嫁给你，我们早就在一起了。高然，你今天能主动离婚，也算是你这个废物干的最正确的一件事。虽然我现在并在意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但是作为一个男人，面对孙鹏这种下贱货，如果不赏他一拳，那我就真不是男人了。我没说一句话，一个直拳砸在他脸上，孙鹏被我砸得翻滚在地。林宇依旧不改往日的风采，对我一阵怒批。我呵呵一笑，骂吧，反正也就这一次了，让你享受最后一次女王的滋味。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他，林宇不假思索地签了字，拿着离婚协议书站在阳光下，我有种重生的感觉。杨思文来接我，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记得杨思文很喜欢玩游戏，不如我就满足他一个愿望。我打算将我这些年设想的一些方案逐步实施。我也是计算机高手，但我不想设计出来的网络游戏荼毒青少年。我想以智能生活的思维来将高科技与现实相结合的形式，打造智能游乐场，这样既可以满足人们对游戏的追逐，也可以放下手机，满足各年龄层的人，满足亲子、情侣、同学、老友等等群体共同参与。杨思文对我的想法高度赞同，他还以为我废了，原来脑子里还是装着很多东西。他愿意与我一起实现梦想，这些想法我很早就跟林宇说过，我甚至做好了模拟程序。我创作的童话乐园名字叫林雨花香，但他对我的想法嗤之以鼻，觉得幼稚可笑，打击的我自己都没有了信心。3个月后，我听说林宇与孙鹏举办了超级豪华的婚礼，都上了本地的生活头条。孙鹏如愿以偿，可林宇似乎总笑得不是那么自然。也许他就是这样吧，因为我也从未见识他真正充满爱意的笑容。父母的资源加上杨思文带来的资金，让我的智能游乐园的计划很快就开始实施。因为我有全套的方案，各个环节开展得异常顺利。我与杨思文忙得不可开交，长达1年多的时间，我们没有一天休息，每天都在工地忙碌着，看着我的虚拟方案一点点地成为现实。
我激动地抱着杨思文哭泣，为自己而活的滋味是真的好。游乐园建成后十分火爆，也受到各方面的肯定。剪彩仪式，各路名人与政府官员也都参加了，算是大火了一把。庆功宴上，我将以前的朋友、同学都请过来，那些曾经被我冷落的好兄弟们都还记得我。送走贵宾客人，我们放开畅饮，回顾过去，畅想未来。只是我的大学生涯因为淋雨显得十分不完美，大家喝得晕头转向。让我意外的是，淋雨竟然不请自来。不过想想也正常，今天这甚大的场合来的宾客都是有身份的，大部分我都不熟悉。淋雨现在也算是名人，他来也正常。同学们见到他，表现得都很冷淡。关于我和他的事，大家都有所耳闻，但今天毕竟是我的场子，格局还是要放开的。我连忙客气地打招呼，林总百忙中莅临指导，真是三生有幸，以后还请多多关照。这句套话，我今天说了不小于上百次，用在谁的身上都行。林雨看着我，眼神复杂，半天挤出一句话，说：“我们之间有必要这么客气吗？”我客套几句，本想着打发他走，可他就这么站着，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搞得大家都挺尴尬。我只好让大家给他腾位置，我不想因为他的到来影响我们的好心情，继续举杯畅饮。林雨一直痴痴地看着我，那眼神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只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我心中掀起任何波澜。宿舍老大举杯敬林雨，他喝得有些咬舌头了，举着杯子说道：“林雨，哥敬你。想当年高然为了追你，可把我们这群兄弟甩在脑后啊。林雨，你是个人才呀，从一无所有逆袭成本是有名的企业家，佩服。来，我敬你与高然。”我说：“老大，你喝多，你敬林总带上我干什么？”老大的话似是有心，又似无意。我很担心林雨的玻璃心作祟，会搞砸气氛。谁知林雨竟然举杯回敬，说这么多年他最该感谢我。若是以前，我会感动到死，可如今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毫无感觉。我本想劝他少喝点酒，赶紧让孙鹏接他回去，可偏偏这时候杨思文的倔劲上来了，他也举着杯子说道：“林雨，今天你能说出这几句话，算是狗吃你良心的时候露了一个角。想当年你穷得吃不起饭，还端着所谓的尊严，高然这个蠢货让你在我超市打工，将他的钱放在工资里给你，你还以为是你自己赚的，就连你带着那个什么孙鹏都跟着你走了狗屎运。不过现在好了，你们王八终于对上了绿豆，高然也算醒悟得早。”听着杨思文的话，林雨目瞪口呆。记得以前他还自信他在哪里都受欢迎，连超市打工的工资都比别人高很多，在我面前没少炫耀他的能力强，不是我这种富二代能比拟的。他看着我，捂着嘴流下泪水。他今天很不对劲，叙旧不至于，这群同学他都看不上的，以前也没什么交集。还有他怎么一人出现这里？孙鹏呢？林雨喝得有点多，我担心别出什么茬子，到时候我说不清了。我给孙鹏打电话，让他快来将林雨接回去。我很看不起孙鹏，若不是林雨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我这辈子也不会再想到孙鹏这个人。所以我话说完便挂了电话。过了好一会儿，孙鹏来了，将微醉的林雨扶起。林雨看见他，一把甩开他，说自己能走。林雨出门时像是不舍得看着我，我没去看他，招呼兄弟们继续 happy。喝完酒，下半场唱 K。我与杨思文的智能游乐园上线3个月，
一直保持着超级火爆的态势。我们开始扩大规模，我父母与杨思文父母也开始撮合我们。其实这接近1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之间也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情愫。最后商定等杨思文1个月后从国外出差回来，我们就订婚。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我晚上下班哼着小曲，开着车回家，刚到别墅门口，突然一个人出现在车前。我当时大意了，将那人蹭倒在地，下车查看，竟然是林雨。他坐在地上，将头埋在腿上。我赶紧检查他有没有受伤，好在没事。我怒问他干什么，是不是找死？你真找死也别害我呀！林雨抬头看我，眼泪汪汪。他喝了很多酒。我说你好歹也是个公司老板，现在也如愿以偿的与自己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没事喝酒往我这跑干什么？还好杨思文不在，要不然不是坑我吗？林雨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突然抱住我，说让我不要离开他。之前是他错了，原来他真的离不开我。我赶紧将他推开，让他不要再说了。我打电话给孙鹏，让他将林雨弄走。林雨看我给孙鹏打电话，他抢过我电话，摔在地上。我怒从心起，我说你神经病啊！老子电话里多少信息，真是害死人！他发酒疯地喊着：摔了好，我赔给你。高然，离婚后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高然，你不要离开我。说着又要过来抱我，我真的是既好笑又无语。在一起的时候对我冷漠到极致，离婚了，成全你们了，又跑到我面前哭哭啼啼。我以前真是被猪油蒙了心，为他痴迷。孙鹏接了我电话，赶了过来，但他这次来势汹汹，冲着我喊：为什么不接他电话？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轮不到你对我大呼小叫。孙鹏冲到我面前，像是要动手，可林雨突然护在我面前，一把将孙鹏推开。我真是被他们2个搞得晕头转向。林雨对孙鹏喊道：孙鹏，我是个王八蛋，都是你害的，是你害得我夫妻离婚，是你毁了我幸福。孙鹏也不示弱，冷嘲道：现在说这样的话，林雨你又是什么？在学校你穷得吃不上饭，富2代的钱想要又抹不开面子，就天天跟我在一起，不就是为了让高然吃醋，最后满足你那可悲的自尊心吗？林雨又骂道：我有自尊心怎么了？你呢？你就是个卑鄙小人。在学校你在我面前诋毁高然，我与高然结婚了，你向他炫耀我给你买的东西，你将我灌醉，强行与我发生关系，你四处散播谣言，说我们同居了，都是你毁了我。我靠在车上，我就如吃瓜群众般的看着他们2个狗咬狗。最后孙鹏指着林雨骂了声贱人，便转身离去。我追他，让他将林雨带走，可那还追得上人。林雨狼狈不堪，我很不想理他，可他醉成这鬼样子，丢在街上，晚上非冻死不可，又在我家大门口，我只好将他带回家里，丢在沙发上。林雨说了很多话，总结就是希望我原谅他，我们能重新开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我说你好好过日子，晚上再这住一晚，不要乱跑，明早早点走。说完我回房睡觉。第2天早上起来，林雨已经离开，餐桌上还有冒着热气的早餐，我并没有吃，而是让早上来收拾的钟点工吃了，如果不吃就扔了。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发呆，童话世界区经理过来找我，说最近有点奇怪，童话世界区门框上总是被人为留言。我说这不是很正常吗？游客素质有高有低，做好劝导与清理就是了，千万别跟人起冲突。经理说不是这样，
因为每次留言都是同样笔记、同样内容，这就奇怪了。我问内容什么，他将拍下来的照片递给我，我不免叹息。留言是淋雨花香，那字迹分明就是淋雨。后来调监控也可以看见，他几乎每天都来，每次都坐在童话世界里的桃花树下。以前我将方案告诉他的时候，我说我喜欢桃花，我希望我的童话世界里开满桃花，我希望我的桃花源中的公主是淋雨。那时候他嗤之以鼻，觉得幼稚。现在又天天坐在桃花树下，也许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吧。我跟经理说，以后随他去，他爱写就写，你们擦了就行。1个月后，杨思文学习回来，我们在父母的安排下举行了订婚仪式。其实我与杨思文都觉得没必要了，领张结婚证办个婚礼就行了。但我父母不行，他们一点都不要马虎，我们也只能接受。订婚仪式虽然我们不想大肆操办，但还是来个很多人。杨思文这天也是非常漂亮，我发自内心的感到幸福。举行完仪式，吃完酒席，送走父母，小花童送了封信给我。我奇怪地打开信件，又是淋雨的信。杨思文问我是什么，我没有看，直接撕碎扔在垃圾桶，说是广告。杨思文也没多问。又过了半年，一条消息震惊了全市，淋雨的公司惹上了世纪官司，竟然涉嫌抄袭国内最大游戏厂商的游戏创意。对方清楚地查到总设计师孙鹏长达数年时间与该公司的设计部门有不正当联系，孙鹏最后被判了10年。淋雨虽然免于牢狱之灾，但罚款高达5个多亿，他也彻底垮台。审判席上，二人相互指责，丢尽了颜面。看着中消息，我也只是淡淡一笑，感叹心术不正者终究不得善终。后来有一次，我沿江跑步，看到有个煎饼摊子，便想过去买点尝尝味道，却没想到摆摊的竟然是淋雨。他不好意思地低头，我丢下10元钱，拿着煎饼继续跑步。但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淋雨的身影。当然，我也并不关心的他的去向。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